这一天呢，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呢，让众弟子做偈子一首，以考察他们对教义的领悟程度。同时呢，也打算从中挑选出这么一位自己衣钵的继承人。只见一旁的神秀呢，说了几句话：身似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弘忍大师一听点了点头。这时一个平日里只会挑水砍柴的慧能呢，却张口咏道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一个大字不识的慧能竟能有如此的这番顿悟。最终呢，慧能获得了弘忍大师的衣钵，成为了禅宗六祖。这首出自禅宗公案的偈语如今成为影视剧当中出镜率颇高的一首诗。这里面提到的菩提树呢，在敦煌壁画当中有不少的描绘，几乎是随处可见。比如说晚唐时期开凿的敦煌第17窟北面的墙壁上描绘的是2棵枝繁叶茂、郁郁葱葱的菩提树，这也是敦煌壁画当中最高大的菩提树树身呢藤蔓缠绕，看上去很是苍劲。对于佛门中人菩提树呢有着重要的意义。那么为什么佛门如此的尊崇菩提树，并视为圣树呢？大唐高僧玄奘在他的著作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讲了这么一则故事。相传很久以前呢，在古印度的恒河边有这么一棵菩提树高达上百尺，枝干粗壮呢，叶片嫩绿，四季常青。这走南闯北的商旅和行人呢，经常在树下歇脚休息。这棵大树树荫繁茂，为行人挡风遮雨是一棵福惠百姓的良木。但是这世上的良木有万千能为人遮风避雨的大树呢也有很多，为何只有菩提树与众不同呢？这个就要从一个古老的神话说起。这菩提树最初呢叫做碧波罗树，在久远年代以前人类呢曾经遭遇了一场大洪水，汹涌的洪水席卷了地上的一切所有的生命遭到了灭顶之灾。净居天呢以天眼观看地上的世界到处都是大水，这水中呢长出了1000枝绝妙的莲花，这每个莲花上各有1000层叶，绽放出耀眼的金光，普照大地。天神看到这般景象呢，预言道，在此劫中有千佛出世教化世人，因此开启了贤劫时代。佛家将宇宙呢从构成到毁灭称之为一劫，那么这个贤劫呢共计是2亿3600万年。贤劫时期刚刚开始这碧波罗树的所在地呢有一个宝座，它与天地一起生长，位于3000大天世界之中。宝座呢由金刚构成，大小为方圆100多步。在整个贤劫时期曾有千佛坐在上面进入金刚定，所以呢称之为金刚座。每当大地震动时虽然世间万物被摧毁，只有金刚座呢犹如磐石纹丝不动。无论沧海桑田，地貌的几经变化，金刚座从未改变过。玄奘介绍说自从进入末劫时期呢，由于众生福薄，佛法衰落，于是尘世的沙土呢覆盖了金刚座，人们的肉眼呢再也无法见到它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有类似的经历？每次做视频呢，都要查阅很多的新闻和纪录片，可有的时候偏偏我们想看的内容有地区限制。像 Netflix 这样的流媒体平台，在每个国家提供的节目都不同，所以即使您付了完整的月费，实际上呢还有数千部的影片您是看不到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了 ExpressVPN 就不一样了，它可以轻松打破这种地域限制。比如功夫这部影片在美国看不了，但是换成德国就可以观看了。除了 Netflix， 像 Disney Plus、Amazon Prime、BBC、iPlayer 等等资源库，您都可以使用 ExpressVPN 来解锁资源。而且使用 ExpressVPN 还有个对华人朋友来说很实用的好处，有些英文不太好的朋友，如果直接观看欧美 Netflix 平台的节目有点累，那么我们只需用 ExpressVPN 将网络位置更改为新加坡滨海湾，那里 Netflix 所有节目都会有中文字幕的。ExpressVPN 可以安装在您所有的设备上，无论是手机、平板、电脑还是电视，运行都非常顺畅，完全没有缓冲。福布斯、CNET、TechRadar 等世界知名机构评价 ExpressVPN 是 No.1。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样，不用额外支付订阅费就能够自由观看大量的精彩影片，那么请您一定使用我们在描述框中提供的链接 expressvpn.com/culturalhistory， 这样您就可以获得额外3个月的免费服务。
印度大陆几经沧海桑田之后呢，再次开启新的文明。虽然人们看不见金刚座，但是这金刚座的所在地长出了一棵大树，这就是毕波罗树。到了距今2500年前，乔达姆悉达多太子出世后这棵毕波罗树呢已经高达几百尺。悉达多太子舍弃王位，出家修行，就坐在这棵树下的金刚座上，苦苦的修炼了6年，最终是开工开悟，成就正觉佛果。释迦牟尼佛对僧众讲起了菩提树下金刚座的来历，因此毕波罗树呢改称为菩提树。这菩提呢就是觉悟的意思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，又在菩提树下涅槃回天，因此这佛门弟子将菩提树呢奉为圣树。古往今来，有不少僧人常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悟道，思索人生真谛。佛门弟子睹树思佛，每当见到菩提树犹如时空倒转，亲眼目睹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精进修持一样。因此呢，在汉地石窟的造像当中神佛菩萨总是依靠在菩提树下，或打坐入定，或思维佛法之妙义。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呢，各国国王辗转得知了佛陀所说的金刚座，便在这南北两侧树立了2尊菩萨像作为标志。玄奘西行取经来到了中印度地界，精通梵语的他和当地的耆老交流沟通。耆老告诉他祖辈留下的预言，当菩萨像的身躯埋没不见时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就会消失。当时玄奘看到南边的那尊菩萨像已经没过了胸口。这棵菩提树颇有灵性，能够感通人意。每年到了释迦牟尼佛涅槃这一天，原本郁郁葱葱的菩提树这叶子竟然纷纷的开始枯萎，接着如雪花一般的一片片的凋落，只剩下这光秃秃的枝条。这枝条上还会淅淅沥沥的落下一串串的水珠，犹如眼泪一般，让天地万物为之动容。然而经过一夜凋零的菩提树又会重新的恢复原貌。就这样传说菩提树能落泪又能恢复原貌的说法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便吸引了古印度各国的国王和僧众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诵经供佛，缅怀世尊。成千上万的信徒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菩提树下，或奏乐跳舞，或献花供奉，诵经念佛。有人用甘甜的泉水来灌溉树根，在众人的供奉之下，第二天原本凋落的菩提树果然就长出了嫩绿的枝条，一夜之间是焕然如新。等到阿育王继位之初，由于受到邪道的蛊惑，行事霸道他在国中是大行暴政，全力铲除佛法。在他的淫威之下，有关佛陀住世时的各种遗迹很多都被毁掉了。尤其是那棵最受僧众们敬重的菩提树那是首当其冲，成了被铲除的对象。阿育王放着好好的王位不当带着兵跑到千里之外和一棵大树过不去。看来释迦牟尼佛的神迹和大树的神奇令阿育王如鲠在喉，如芒在背，只有除之而后快。阿育王心中盘算着要灭掉佛门，必须砍倒那个菩提树。于是他亲自带领王公大臣、精锐部队浩浩荡荡来到了菩提树下。只听一声令下，这众将士们手持利斧，轮番上阵，不仅砍掉了树根，连枝叶也一同被砍得粉碎。这还不算完，这阿育王让一向仇视释迦牟尼佛的婆罗门祭司来主持火祭，点火焚烧菩提树。顷刻之间，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。就在婆罗门的祭司心满意得时，燃烧着菩提树却散发出阵阵浓郁的芳香，沁人肺腑，似乎在净化着罪业的人心。正当众人惊诧之际突然从这烈火当中生出了2棵菩提树，瞬间是节节生长，枝繁叶茂，翠绿如常，很快就将大火熄灭了。阿育王亲眼目睹了菩提树犹如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，也亲眼见证了菩提树的神奇，顿时是幡然醒悟。原来佛法法力无边，佛陀留下的遗迹那是人力所无法摧毁的。懊恼羞愧的阿育王对自己不辨是非、听信邪道的挑唆是痛悔不已，决定是痛改前非。从今以后是一心奉佛。于是命人抬来新鲜的牛奶，浇灌在树根上，让菩提树长得是更加的高大挺拔。同时自己是每天坐在菩提树下，专心听僧人诵经，流连往返。而此时王妃在宫里是左等右盼，如坐针毡。原来这王妃从小信奉外道，这阿育王就是在他的煽动之下，才动了毁灭佛门遗迹的念头。
迟迟不见阿育王回来啊，王妃此时是心里惴惴不安，生怕阿育王改信佛法，自己是日后失宠。于是秘密派人去调查。当得知菩提树呢不仅死而复活，就连阿育王也皈依了佛门。心生记恨的王妃下了一道密令，连夜派人要砍倒菩提树呢，以解心头之恨。第二天一早阿育王发现菩提树又被人砍倒了顿时是怒火中烧，正要下令追查呢。但转念又一想自己先前不也是砍过这棵菩提树吗？虽然我改信了佛法，但是还有很多人因为没有见识过神迹，没有觉悟，才会做出这等蠢事。只有让菩提树再次复活，才能够启发他们的善念。于是阿育王怀着虔诚的心，跪倒在菩提树前祈祷，又令人抬来牛奶浇灌在树根上。不久菩提树是再次复活。阿育王担心有人会再次来偷砍菩提树，就让工匠们建造了一道高墙，把这菩提树围了起来。到了舍场家王主政时因为妒忌佛法，下令毁掉寺院，再次派人要挖倒菩提树。众人是不停的挖掘，甚至都挖出了地下的泉水，可仍旧挖不到树根。于是恼羞成怒的舍场家王令人放火焚烧，又用甘蔗汁浇灌树根，企图彻底毁掉树根，毁掉佛陀遗留的所有生机。几个月之后，阿育王的孙子满纣王听到这件事之后伤心地感叹道：“智慧之日已经隐没，仅仅剩下这棵觉者之树，如今又遭到如此摧残，众生还能看见什么？”于是他令人用鲜牛奶浇灌树根，希望仅存的生机能够长存于世。满纣王扑倒在地，为佛陀留下的遗迹无法长存而心痛不已。他虔诚的祈祷，至真至诚的哀泣，感动了天地众神。在众神的护持之下，经过了一夜，菩提树再次获得新生，恢复了往日翠绿的枝叶，一片欣欣向荣。满纣王和他的爷爷阿育王一样，担心菩提树再次遭到砍伐，便在树的周围砌了一堵高达2丈4的石墙。大唐高僧玄奘抵达摩揭陀国，来到佛陀圆寂的菩提树下，五体投地，至诚礼拜，缅怀佛陀注释的神迹。玄奘望着眼前翠绿的菩提树心中是无限的哀伤，哀叹道：“释迦牟尼佛成道时，我到底在什么地方飘沦，竟没能遇上佛陀亲见一面？如今到了末劫，才来到圣地，却已是今非昔比。”玄奘自叹业障深重一时是悲泪蜂涌。当时有数千人围在玄奘身边，见到这位大唐高僧如此的哀伤，也不禁是呜咽起来。昔日阿育王和满纣王修建的2堵石墙，历经1000载，仍旧是屹立不倒。玄奘看到菩提树长势高大，树身已经淹没于石壁之中，而树梢比石墙还要高出2丈多。菩提树经受数千载狂风暴雨的摧残，仍旧枝繁叶茂，树影斑驳，枝叶婆娑，受到佛门敬拜。在敦煌壁画当中菩提树几乎是随处可见，成为佛门僧众追忆释迦牟尼佛、注释修行的一种寄托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